吴安琪真的是欠缺 common sense， 你事前不做功课，你的固定来宾上一夫今天不太对劲，我真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当过记者，我不知道你跑政治跑几年。叫他去第一线，从基层开始磨练起，跑个5年，再重新回来主持节目。在你的节目开播之前，就已经发给媒体回应说，我建议法官应该要重判，因为我没有在你的媒体群组里面。但我也换个 line 自己去。哦，没有，我没有带手机，脑子里面打一个洞，又出来是绿的。大家这边傻姑姑。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徐小新的大姑的先生，他们都叫他姐夫杜秉成，在移送的时候对媒体大喊：“徐小新叫我认罪。”这个被绿媒抓起来做。这件事情的背后是小新对诈骗的愤怒，但他们又要把这个带到小新身上，他非常的愤怒。这个主持人，你就直接认定是我要求他认罪，他完全没有去思考到在羁押禁见的情况当中，其他人是怎么样。你要回去看刚刚的带来，我是用一个疑问句的方式跟尚东在做讨论。那我想要请问一下，难道立法委员公开的言行，我们在节目上不能用疑问句去讨论吗？在你的节目开播之前，就已经发给媒体回应说，我建议法官应该要重判，我没有跟他有任何的联络，节目到底公正在哪里啊？作为一个主持人，这是专业的表现吗？因为我没有在你的媒体群组里面，不好意思，声明稿叫做徐小新受访时说没跟杜秉成联络过，有病要看医生，希望法官重判，不要轻易放过任何一个诈骗集团的相关人。您在上个礼拜尚东来的节目的时候，你事后在券商辩论上都手还好吗？请问您当时有没有任何先入为主的想法？这件事情你不用向尚东道歉吗？您比中指，你才应该告诉大家你在想什么。我说过很多次了，为什么我要比这个中指？因为李坤城他就是一个小人，你可以去看整个过程，他们是如何破坏立法院。这瓜超屌的！我今天看到的时候我超兴奋，我过瘾了，太炸了哈！巧心跟他姐姐他们那一家，其实平常没什么往来，关系本来就没有很好。因为这件事情，然后硬要他拖下水，闹得其实双方私下也不太愉快。当时在去年事件第一时间出来的时候，巧心院义正言辞，这件事情就是严加查办。可能是这位前姐夫他 Kimoji 嘛，堵拦呢，觉得说阿丽理坏路啊，他多你啊哈，这样啊，我今天几乎啊，所以就有点怀怨在心啊，硬要咬他一口，他就突然说啊，这徐小新叫我认罪，我叫你认罪哦，所以绿媒就想要操作，是不是你徐小新其实是跟他有私通？他是不是其实他才是幕后主使者？对，他就其实从去年绿媒一直想要扣徐小新这个黑帽子，但是对巧心来说，他从去年到现在，他每一次讲得很清楚，这个东西诈骗零容忍，就是严加查判，该认就认罪。请问我作为一个合法的公民，先不论说我跟这个先生有什么关系，对，请问我说他该认罪就认罪，严加查办，公平审判，这有什么错吗？任何一个公民都有资格，更何况徐小新是立法委员，对不对？所以他在这件事情上就真的大公无私嘛，大义灭亲。我觉得今天最有趣的就是这个进电视的这个主持人叫吴安琪，他真的很绿，他是超深绿的哦。大家看刚才那个短片回放，他在被巧心打电话进去澄清的时候呢，他那边说这个我们不清楚，那是不是委员可以这个是把我加进你的这个媒体框？巧心是第一时间就在媒体框发布他的声明。作为一个政论节目的主持人，其实你的整个制作团队都应该去做新闻收集的工作。对，没错，你不能让你的主持人在上场前毫无准备，尤其是一个重大的即时新闻。你们今天想要做这一题，这个题就跟得紧。主持人还在那边狡辩说，可能是我们制作单位的疏失啊，我没有看到。徐小新立刻就把他打爆。巧心的说法是，第一个，我在第一时间我就在媒体框发布了声明。你发布了声明，到记者写成报道，这一定要有时间嘛，对不对？记者不可能1秒钟就把你生出来嘛，没错。所以通常这个会隔到几个小时。巧心发的声明是远早在新闻出刊之前，而就算新闻出刊了，也在节目开播之前。我就觉得制作单位你就没有理由狡辩。进新闻的主持人吴安琪你们有几个小时的反应时间，你们不可能不知道徐巧芯已经发布的声明。如果你们不知道，那就是你们渎职。我建议整个制作单位换一批人，这种新闻收集能力，你们要做什么政论节目？他又要求说 OK， 请委员通知我。那徐小新就说你可以去看新闻。吴安琪他想要转移话题，请问徐小新委员，你为什么比中指？比中指这件事情也是绿媒打徐小新很久很久，大罢免那个时候拼命打这一点，每天看到徐小新比中指那张照片一直被拿来做文宣嘛，对，一直在黑他嘛。我不知道巧心是不是故意的，这根本就是一个大地雷，这是一个陷阱。因为徐小新比中指他刚刚在回的时候他也说了，是因为李坤城就是一个小人，你怎么可以骂民进党的立法委员是一个小人呢？你怎么可以先入为主的说他是小人呢？就徐小新就翻开他覆盖的陷阱卡，他说因为那一天的状况是民进党立委李坤城把国会的媒体席整个封锁掉了，你不让立法院的讯息透过媒体传出去，第一，民进党害怕人民知道你们在干什么。你政论节目的主持人，你自己是媒体人，你身为一个媒
媒体人对执政党的立委封锁国会媒体席，你默不吭声。而徐小新作为在野党的立法委员，他去抗议这件事情，结果现在政论节目的主持人他反过来要黑徐小新。因为徐小新在我那一通电话里面的这个第2集，真是一个大暴击，主持人立刻就被怼到哑口无言，他就当眼神就开始飘。那主持人他就是很慌张，看旁边有吗？有吗？这样。对，他根本不知道，他还在跟上一夫求救了。几个月以来，绿媒一直都指责徐小新比中指，他们从来不去探究徐小新为什么比中指，还有那把它变成是罢免理由之一。对，甚至说我们要罢免徐小新，为什么？因为这个立委比中指，结果这个立委比中指是因为要抗议执政党封锁媒体。上义夫显然是知道的，对不对？不只是这个诈骗事件徐小新的回应，甚至是徐小新比中，我相信上义夫都知道的。主持人一直在 cue 上义夫，上义夫一反常态，很安静。第一个他很安静，第二个主持人不死心，你可以说主持人状况外，主持人一直在 cue 上义夫，结果上义夫开始闪。他说虽然我个人不喜欢徐小新啊，可是我觉得这件事啊，他就开始闪，他一直不接球。如果你以前有在关注上义夫他那个软烂的调性的话，你会发现上义夫今天是很反常。对，就是以他过去的政论节目的各种事情都要掺一脚的，不需要，他根本就没在做工，他自己都承认，反正我们政论节目就随便乱上工啊，你乱讲不代表我们乱讲，我们都是有做资料。好，那当然上义夫很喜欢倚老卖老嘛，对不对？而且又是人前人后两个嘴脸。这个吴安琪我觉得你真的是欠缺 common sense。第一个，你事前不做功课，你的整个团队都不做功课。第三个，你在临场，你的现场，你难道没有注意到你的固定来宾上义夫今天不太对劲吗？你难道没有注意到吗？你追问第1次、第2次、第3次，你追问到第3次，你主持人你还没有意识到上义夫怪怪的吗？你如果连这种 sense 都没有，你做什么政论啊？你做什么政论？你有没有在政治线跑过？你有没有在政治圈混过啊？你做什么媒体人啊？你出道几年啊？你有没有做过新闻记者啊？你有没有点政治的敏感度？你有没有作为主持人的临场反应啊？你都没有。那我请问你，你进电视，你开这个政论节目，我刚刚说了，你事前功课没有准备好，你让主持人赤裸裸的上战场，这是制作团队的错。我建议整个裁掉整个制作团队，重新换一批人来做。但是第二个，你主持人的临场反应1次、2次、3次，你都说上义夫不接球，那你可能没有察觉到不对劲。你追问到第3次，你都还没有察觉到不对劲，你的临场反应就是不及格。我真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当过记者，我不知道你跑政治跑几，但是你真的连基本的敏感度都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不只是一般我会怪你的团队不够格，可是我觉得从临场的反应，你自己身为主持人你也不够格。进电视的主管单位，你们这个节目考虑一下，如果这个节目要继续做，有话进来讲。我的建议是团队跟主持人整个换掉，这个主持人不行，没有办法，叫他去第一线，从基层记者开始磨练起，跑个5年，再重新回来主持节目，整个团队裁掉，从别的团队调人来用。如果你们这个 IP 要继续做，第二个，如果这个 IP 不要了，被搞臭搞烂，有话进来讲直接收掉，你再开个新的我都没意见。进电视新闻台我也去过几次，我也去录过他们专访，我相信进电视还有人，这一批人显然不合格 ，fire 掉。我们业界不缺这样的人，对不对？我们业界讲的是素质，这种没素质的，对不起，我们不需要。你不干，有的人是人干，而且我相信进电视，哪怕是绿媒，都有比较认真优秀的团队跟人才。所以，请你主持人回到第一线，回到基层，去重新磨练你的政治敏感度跟临场反应力。如果你做不到，我们不怪你，但是你这一辈子不要再干主持人了，否则你被这样洗脸，你被这样打脸，不要像 Grace 一样成为绿媒的战犯。我最喜欢绿媒当场翻车。我觉得今天吴安琪就真的很瞎。那为什么叫很瞎？我刚刚上节目的时候，通常你再怎么绿没有关系，我知道，因为你的工作需要，所以呢，我都会习惯性的，比如说今天遇到郑宇主持，我就去跟郑宇换个 line，直接拒绝。没有，我没有带手机。如果是一般人就算了，你主持人，而且是你请来的来宾都拒绝哇，那完全不给你面子。像我杨老师脑子里面打一个洞，有出来都是绿的。他那种不是职业工作说我们就是上场就是弄一弄就好了。对，他私底下都很绿。大家这边傻咕咕咕。绿媒他们基本上根本没有在考量你到底有没有这样的状况。对，所以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帮他们去顾及他们的面子？个人是觉得啦，巧心酱就对。但是呢，巧心酱也就是你看一看，为什么他比个中指，不分事情的轻重缓急，大家还是就是以他中指的这个做一个新闻点。然后我就要罢免他，没错，对。但是其实我跟你讲，胡条哥，我也是今天才知道，实际上他比中指的背后，对，你也知道，对，因为我当中其实巧心真的很辛苦，找扯后腿的前家人，然后又要面对霸团的没来由式的罢免，全面性的攻击，他又要去考量到说在立院上怎么好好的发挥。我要选林国成委员，他的名言：对啦，清掉，来我一句，干你啊大啦，送啦，拉清掉送啦。